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南瓜，欢迎继续收看《变形生存记》。有很多人问南瓜为什么不用鞘翅，其实我们在很久以前就得到了鞘翅，并且还有耐久3，还有经验修补。但是我们家里边没有烟花火箭，纸的话只有6张，然后苦力怕的火药我们家里边居然一个都没有。这里边有5个，我们现在只能做10几个烟花火箭吧。看一下15个，那我们肯定是用不了鞘翅的，所以我决定我们这一期来建造一个火药塔。建造之前呢，我们还是先来换一些绿宝石吧。1根木棍换1个绿宝石呢，我们肯定不能放过呀，多换一点，而且还有经验。后期的话，这些绿宝石也有大的用途。还有一件事儿，就是我们兔子的眼睛，很早之前我们就说过，兔子的眼睛要用钻石块做。之所以一直没做呢，是因为我们的钻石不太多啊。现在有了一些，我们就把玻璃敲掉，然后放上2个钻石。我觉得不错吧，兄弟们？这个兔子的眼睛非常的生动。我们来换上鞘翅，飞到天空上边看一下。好了，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做好了，我们现在来找一下大海，因为我们的火药塔，也就是苦力怕农场，只能建在大海里边。建在大海里边的话，可以把它的效率拉到最高，所以我们现在需要找一片比较广阔的大海。前边发现了一处遗迹，我们把这个金块给它敲掉。我觉得这个地方就不错，4边全部都是大海，我们就在这里建造苦力怕农场吧。先来记一下坐标。趁现在天黑，我们回家拿一下材料，然后再解决一些苦力怕，得到一些火药。我们的剑上边有抢夺3的属性，所以我们左手拿弓，右手拿剑，这样的话打掉苦力怕之后会获得时运3的效果。我去，兄弟们，原版生存里边还有尸潮吗？这么多僵尸，这哪来的呀？我大概明白了，应该是我们这个村民繁殖基有很多的村民，所以僵尸都被吸引过来了。我们把它全部都解决掉。经过1个晚上的收集，我们一共获得了48个火药，然后还有1组的辣条，也很不错吧？毕竟是一些食物。然后现在呢，我们把下边的甘蔗给它收了，再来做一些烟花火箭。我们建造火药塔的话，需要用到很多的石头、木头，还有一些玻璃。我们把东西全部都准备好，咱们就走。就在这里开始建造吧。我们需要搭一个16乘13的平台。我们把16格那一部分给它改造一下，大概就是这样一个造型。然后呢，我们还需要用这个任意的方块把它加高2格，再来给它铺上地板。然后我们需要把最中央的这个方块向外延伸1格，这2边全要延伸一下。然后再把这里给它刨开。OK， 这样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需要做一个运输的通道。对了，首先要在这里放火板门啊，因为这是一个火板门的陷阱。苦力怕刷新之后会以为这边可以走，然后他就掉进这个通道里边了。然后我们再来放上羊毛地毯，这个羊毛地毯呢，其实就是防止蜘蛛的刷新。只要这个平台里边没有3乘3的空间，蜘蛛就是不会刷新的。大概的样子就是这个样子。然后这个最里边也放一个羊毛地毯，2边都要放，因为这个地方我们后期要把猫给它运过来。这个猫的作用呢，就是恐吓苦力怕，让苦力怕掉到通道里边。接下来我们来建造通道，这里的话向下延伸3格，向里延伸7格，然后我们再向下1格，向外延伸8格。接下来呢就简单了，把这个通道给它封起来就可以。然后在通道的尽头再放4个方块，2边放上箱子，然后再用漏斗连接箱子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再把最外边随便给它围一个平台，因为这个地方我们之后要来，所以这个平台可大可小，随便围就可以。好了，这个收集平台还有运输通道已经搞好了，接下来呢就是处理这个通道里边的水。如果大家有海绵的话，那肯定是更好；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就放沙子就可以。然后放好沙子，然后把沙子给它挖掉，这边就没有水了。OK， 这边已经搞好了。然后我们在通道的尽头倒上2桶水。这样的话，水就会把苦力怕一直冲到最下边。你看，这个水流到这里就停止了。然后我们在漏斗上边放上一个引火。还有一个问题，我们需要把这些原石上边铺一层的羊毛地毯，或者是再加一个半砖，这样的话它是不会刷怪的。
OK， 一切都已经搞好了，接下来最后一步呢，就是用火板门把这个顶给它封一下。因为苦力怕的身高是要比小白还有普通僵尸更矮一些的，如果用火板门铺上的话，这个平台里边就只能刷新这个苦力怕，其他的生物是不会刷新的。这个火药塔的教程呀，是来自土匠老土匠的视频。大家想学的话，可以看一下他的视频。那这一期的话，我们是没有时间运输猫咪了，下期我们把猫咪运输过来，看一下这个火药塔的效率究竟怎么样。